你知道台湾在受到外国政府用假讯息攻击的指标，多年来都是世界第一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对台湾的认知作战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说到认知作战这个词，你会想到什么呢？有不少网友认为，认知作战是中共为了统一台湾，刻意放很多的假讯息，让台湾人彼此对立的伎俩。但是，也有人觉得认知作战不是中共的专利，台湾内部政党整天互相恶斗啊，用各种方式洗脑人民，这也是一种分裂社会的认知作战。也就是说，讲到认知作战，很多人想到的都是带风向或者散播不实讯息、网军等等的关键字，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本《打台湾不如骗台湾》是台湾民主研究室这个非营利组织在常年研究认知作战之后推出的研究成果。在这本书里面，他们认为错假讯息或是带风向的确是认知作战的重要元素，而且这些东西也确实是台湾民主发展的重要威胁。不过，根据他们的定义，认知作战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行动。换句话说，这跟一般媒体带风向啊、政党养网军都是很不一样的状况。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说？研究的过程有什么样特别的发现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工商服务时间。不知道怎么样挑选适合的绘本给孩子吗？网络上面满满的绘本书单，你有时间研究吗？别担心盲狗狗人气精选组都帮你选好了。从家长最在意的认识身体界限、情绪教育，到常让家长烦恼的吃蔬菜、看3C 等等的习惯培养，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理财观念等等的热门主题，不但一次拥有10本精选绘本，还有感官游戏和学习卡牌，官网还能够试阅全本，让你放心再购买。盲狗狗人气精选组官网独家68折，输入G77专属折扣码77推荐，还能够再打9折。现在就点击资讯栏连结到官网看看吧。刚刚有说到，认知作战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行动。不过，跟那种真枪实弹的热战不同，认知作战主要是利用争议讯息当成是攻击武器，混淆或破坏敌方的认知，让他们民众之间的认知产生分裂与错乱。接下来呢，舆论就会开始两极化，立场不同的阵营对彼此的不满情绪也会逐渐的累积，降低彼此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攻击方就能够更轻松的达到破坏稳定甚至歼灭并吞的目标。那依照定义认知作战的目标呢是要侵略他国。那目前唯一会对台湾发动认知作战的国家不是别人，就是我们的左边邻居中国。书中强调，2003年中国政府修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正式的把认知作战纳入他们的战时政治工作重点计划。而这次修法呢，他们也提到要从3个不同的角度展开作战。这3大战场分别是法律战、心理战还有舆论战。法律战呢，就是在国际条约或是场合当中做出对于台湾不利的举动；心理战呢，则是针对台湾的公务员或者是国军喊话，动摇他们的立场；而至于舆论战呢，就是所谓的认知作战，针对一般的民众释出错假消息，塑造出对于中国有利的特定舆论。比如说，中国会试图让台湾人觉得中国是很棒的国家，中共政府值得信赖，同时呢，也会强力的批评反中共的台湾政党，打压台独的运动或是台湾本土意识，让台湾人觉得这些人就是造成两岸关系紧张的祸源。那如果有越来越多台湾人开始相信这套叙事，甚至是认同两岸一家亲的价值观，那未来中国要侵略台湾的时候，就可以降低甚至避开热战所需要耗费的成本以及可能带来的风险，用相对轻松的方式统一台湾。简单来说，中国就是在带风向，想要让台湾人认同中国。但话说回来，台湾自己的网络乡民跟政党不是也常常在带风向吗？为什么要特别把中国拿出来讲呢？书中提到，人类社会的带风向其实无所不在，从厂商行销商品、政党推崇自家的候选人、批评政敌，到团体里面谁讲谁坏话，这些通通都是带风向。散播争议的讯息、改变群众认知的认知作战，当然也是带风向的一种。不过书中强调，认知作战跟其他类型的带风向有3种非常不同的差别。首先，第一点就是目的不同。一般的厂商在商业上面带风向是为了销售商品赚取利润，国内的政党打选战带风向是为了要赢得选战取得执政权。但中国对于台湾的认知作战呢，是以侵略还有并吞台湾为目标，而这个目的的差别就连带的影响他们要投入的预算。所以第2个差别就是预算跟规模不同。对一般的商业公司来说呢，带风向的任务算是行销的一环，但预算呢一定会有损益上面的考量，没有人会想要做赔本生意，所以预算会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
那在政治的范畴之下呢，国内政党透过政治宣传手法，甚至是利用网军或侧翼组织来带风向，也都是时有所闻。但同时，这些政党拥有多少资源，收了多少政治现金，怎么样使用这些政治现金，也都是公开的资讯。而且在目前的政治环境跟选举制度下面，就要走出家门的陆战依然很重要。所以各个政党不太可能投注所有的资源在空战或者资讯战。反观为了侵略台湾，中国呢是以整个国家的单位在发动作战，他们投入的预算跟规模跟普通的公司还有台湾的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在同一个量级之上。那关于这点呢，瑞典研究也指出，台湾是受到境外假讯息攻击最严重的国家，连续10年都是全球第一。第3点，认知作战跟普通带风向最关键的差异就在于是否可受监督。民众如果遇到恶意带风向、广告不实的厂商，可以用拒绝消费或告上消基会来抵制；遇到满口谎言、买网军来洗评论政党，也可以透过选票啊、罢免等等的公民参政来表达意见。也就是说，不论这个带风向的目的或手段如何，只要发动者在台湾，我们就有机会能够透过法律或是民主体制内的这程序来监督或者是制衡它。但反过来说，如果带风向的行为是来自于中国，因为是外国事务，我们就无法透过台湾的法律来制裁，民主监督的机制也会失效。好的，那在厘清认知作战跟一般带风向的差别之后，接着我们就要来看看中国最常见的认知作战手段。台湾民主实验室整理出中国政府4个常见的认知作战模式。首先是以中国官方为操作中心的外宣模式，主要会透过电视啊、报纸、广播等等的传统媒体的方式进行宣传，散播不实讯息。接着就是网络使用者最常遇到的粉红模式，这种模式呢会由中国的爱国人士或者是网军出发，以相对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他们会在各个中文的社群上面，透过大量的发文留言来营造网络的虚假声量。那么传播的方式比较松散哦，内容呢也不是赤裸裸的外宣，更像是民众自发的观点，所以乍看之下政治意图就不会这么的明显。再来第3种认知作战的方法呢，是内容农场模式。许多社交平台账号会受到中资利益的驱使，在各种社群平台或是 LINE 等等的聊天软体上面转发大量的假讯息。那为了让这些讯息容易的传播，内容通常呢会结合日常时事、生活啊，或者是健康相关的主题。比如疫情期间，大家都很关心口罩或者是筛检相关的资讯，那他们可能就会在这类的讯息当中偷偷塞入认知作战的资讯。最后还有中台合作的协力模式，也就是中国方面提供资金，跟台湾的公关公司或者网红一起合作散播假消息。那就像是粉红模式哦，因为这些内容通常不是赤裸的外宣，而是以个体的角度出发，所以很容易被民众误认为是台湾民意的一部分。那再更进一步的说，不管呢透过什么样的模式，中国对台认知作战通常都会分成3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呢，就是搜集资讯。中国会透过社群啊、通讯软体等等的方式，广泛的取得台湾人的个资，来分析包含你的政治立场、兴趣等等，然后再把不同类型的人分门别类，方便在未来散播假消息时能够更精准的触及受众。再来第2阶段就是铺陈各式各样的阴谋论，让大家对于特定的议题产生某个既定的标签或者是印象。比如平常呢，就会透过各种方式暗示台湾外交就是只会撒钱啊、乱花百姓的税金。在这个阶段呢，虽然还不会指涉到具体的事件，但等到风向带的差不多了，就可以进入到第3阶段，释放假消息。比如说去年在网络上面就有贴文批评政府花20几亿台币在邦交国盖豪宅，结果台湾人自己民不聊生。那如果民众在上一个阶段刚好已经被阴谋论影响，建立了相关的认知，这个阶段如果又收到这类型的错假资讯时，就很容易产生愤怒的情绪，并且引发进一步的社会骚乱。不过话说回来，网络上面的资讯那么的多，我们所有人都可能在不经意的状况之下遇到来自境外的认知作战攻势。那么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防范被认知作战呢？这题的答案大家应该也都不陌生，那就是要提高媒体识读的能力。不过具体来说，这到底要怎么做？这本书当中引用台湾事实查核中心提出了3大心法，分别是确认传言是否真有其事、传言背后有哪些脉络背景，以及传言导出的结论是否合理。举例来说，在疫情爆发时呢，网络上面有传言说政府为了要图利特定的厂商，所以阻止这个民间政府购买或者是捐赠疫苗，限制只能够国家统一采购，结果导致台湾的疫苗短缺，害人民染疫死亡。那在听到这个传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3大心法来检查一下。首先，这个传言是真有其事吗？应该是半真半假。为了确保疫苗的品质、安全跟公平的分配，当时政府确实有提出统筹采购疫苗政策，但是阻挡民间购买或捐赠的部分，并没有人能够拿出具体的证据。
再来从脉络背景来看，当时全球疫情严重，各国都面临缺疫苗、采购困难的状况，而且疫苗采购呢也涉及到了复杂的国际谈判、合约签订、冷链运输等等问题。要成功的采购疫苗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因此原本传言政府阻挡民间采购，害民众打不到疫苗而染疫死亡的结论，就会显得有点站不住脚。除了缺乏具体的事证，也忽略了国际疫苗供应不足的事实。作者强调，如果想要防范认知作战，或者说避免被作假讯息分化，大家在听到有点耸动的言论时，可以练习先不要急着相信，然后停下来，透过一步步的检验方式，思考判断资讯的真实程度。在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的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包含像是什么是统战、网红大外宣、争议等等的相关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啊，这本书提到呢，很多台湾人之所以会被中国的认知作战攻击，或者说被他煽动，是因为大家对于中国认知作战的手段认识不多。不过这部分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认同。过去几年，我们在这一期的这个频道曾经多次讨论过认知作战的相关议题，但我们还是会很常在留言区当中呢看到有人说，那些一天到晚喊着要提防认知作战的，一定都是绿营侧翼想要护航执政党。对于这样的观点呢，我们真的完全可以理解，毕竟蛮多认知作战的攻击目标确实就是冲着特定立场而来，所以呢，那些反驳攻击的声音的确超级像是在帮执政党护航。那就像是一开始所提到的，认知作战的目标是为了要侵略台湾，而它造成的主要危机就是台湾社会分化、无法信任彼此，甚至是民主崩坏。所以我们觉得，从拥护台湾民主价值、坚持台湾主权独立于中国的立场来说，提防认知作战这件事情并不应该成为特定政党或是阵营的专利。换句话说，我们觉得大家提防认知作战同时，并不代表就完全不能够批评政府，或是一定要去支持执政党，认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我们提防认知作战是为了要守护我们最珍贵的民主生活。所以最理想的状况呢，或者是不分颜色的台湾政党都愿意为了守护民主，一起努力的抵挡境外的认知作战。甚至即使各国呢要攻击或者质疑自己的政敌，也应该要尽可能的可以根据这个事实的基础，避免透过阴谋论或作假资讯去影响群众的认知还有判断。那当然我们知道这非常不容易，而且要面对不同立场的沟通也真的超级困难。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打台湾不如骗台湾这本书也有提供很不错的心法建议。所以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认知作战的研究分析，或是想要知道怎么样跟不同立场的人静下心来讨论，我们都有推荐你去把这本书找来看看哦。好的，那志杰最后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平常有感觉到中国正在对于台湾认知作战吗？有啊，我觉得超明显的，并没有，我觉得都是特定立场杜撰的说法。所以不知道，我觉得两边说的都有点道理，但又有点懒得防范。一起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中国对于台湾的认知作战。此外呢，可以在这个地方看看什么是统战以及成都大外宣的相关讨论。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